你一定得想想法子，不能再这样受委屈了。那依你看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按奴婢的意思，人活一口气，树活一张皮，一定要好好争了这口气回来。论家世，乌拉那拉氏是出过中宫皇后的，贵妃只是包衣抬旗。论位分，贵妃和妃位就差了那么一截儿，哪天冷不丁的就越过她了。论恩宠，从前主与她平分春色，如今只要放出手腕来，好好笼络皇上，皇上就会常来延禧宫的。你说的都没错，什么理儿都占上了。可是你也不能只看眼前的得失。我呢，不看一个人的长处可以带他飞得多高，我只看一个人的短处可以让他摔得有多重。贵妃行事鲁莽，动摇了圣心，有她的苦吃呢。可奴婢还是不解气，这么折磨主和海常在，才3个月不能搬家，3年也不为过呀。好啦好啦，今天晚上你也够折腾了，赶快回去歇吧。谢主体恤。索性，今天晚上多亏你去禀告皇上，要不然皇上也不会来得这么快。奴婢后在咸福宫外看见主受辱，当然要去禀报。只是王庆公公把奴婢轰了出来，正好赶上李煜公公上夜，这才去禀告了皇上，否则事情也耽搁了。王庆哪是个好相与的，他只听贵妃和皇后的话。王庆不好相与，不过李煜不一样。这就是你比阿若细心的地方，言语不多，眼睛却落在了实处。奴婢出身寒微，是主心疼奴婢，把奴婢一路抬举到了今天。奴婢没什么可说的，只有一心一意护着主，伺候主罢了。阿若啊，机灵，但嘴太快了。你心思安静，就当给我多长一双眼睛，多顾着些吧。主放心，奴婢定不会辜负主的期许。睡吧。给贤妃姐姐请安。天寒地冻的，你怎么来了？原本是想过去看看海常在，听叶欣说他还睡着，就先过来瞧瞧你。昨儿夜里这么一闹，谁都听见了，可是谁也不敢出头。福祸相依，还好啊，海常在搬离了咸福宫，也算是这罪啊，他没白受。只是贤妃姐姐你何苦去撞了咸福宫呢？海兰受委屈，我看不得。海兰是冤屈，可这事若再查下去，谁都不好看，所以皇上还是给贵妃台阶下了。倒是你啊，你看看，头晕鼻塞的，应该点一些醒神的藏香。这沉水香太清淡了，又黑黢黢的，整个宫里啊，也就你喜欢用。我就是偏爱沉水香的味道，沉香如定时。如果心能像沉水香一般，外边再纷乱也就不怕了。啊，那奴婢轻点儿。主儿，嘉贵人看您来了。贵妃娘娘，嫔妾给您带了咱们御史上好的山参，给您补身子用。嘉贵人有心了，快来坐吧。谢贵妃娘娘。您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一想起昨天晚上的事，本宫就生气。哎呀，本想着昨天来凑个热闹，看看海常在的笑话，后来得知皇上来了，得了，我这也不敢来了。不过话说，这皇上怎么也不向着您了？皇上那是心疼本宫，才将那个海兰赶了出去，倒是便宜了那个小蹄子，去和贤妃沆瀣一气。贵妃娘娘这是弄巧成拙了，皇后贤德，即便在旁也不会帮腔的。得了，一个常在，时日还长，还怕日后处置不了他吗？倒是您的寒症，要不要紧呀？一点寒症
原本也没什么，只是为出了这口恶气，皇上还不许我3个月半假。想起来本宫胸口就疼。您打了海肠在，折腾了贤妃，也算是出了口恶气了。您胸口闷什么呀？哎，你还笑本宫？还不是你出的主意？顺嫔娘娘，主儿，海肠在醒了，热也退了啊，那我过去瞧瞧他吧。好，纯主儿，海肠在怕是不太肯见人，大白天的也拉着个帘子，躲在被里一动也不动的。那等他好些了，我再来瞧他。也好。姐姐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好，你回去慢慢走。哎，嫔妾告退。我们去看看海兰。我觉着叶欣一个人伺候不够，内务府拨来的人又不敢用，再也不能出一个像湘云这样的。主放心，奴婢已经拨了咱们宫里的泽枝过去了。那丫头老实，是咱们在前邸里用老了的人了。光惦记别人那里有什么用？主，叫奴婢说，湘云平时不言不语的，一被人收了去，立马就能张嘴咬自己的主子。咱们宫里绝不能出这样的人。咱们宫里除了你们俩和三宝，其余的人都要仔细留意着。那是，奴婢会仔细防查。主，奴婢把药给您端来了，赶紧喝了吧。是我，海兰。姐姐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觉得我都没有脸见人了。事情已经过去了。没有过去。我只要一闭上眼睛，我就看到好多眼睛在看我，他们在看我赤足受罚，他们在看我被诬陷偷窃，还有看我衣服被扒开。那么多的奴才全都盯着我瞧。海兰，海兰，咱们现在在后宫里，过一天就得明白一天啊。可我就不明白了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？活在宫里的人什么没受过，什么招使不出来。昨天晚上那盆冷水浇在我身上的时候，我恨极了。可是恨有什么用呢？人人都以为我在咸福宫受了委屈，我就偏不委屈。忍不过的事儿，咬着牙微笑着先忍过去，之后再想办法。你要是真当回事儿了，别人就把你当笑话；你要是提起精神来不当回事儿，没有人可以奈何得了你。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，姐姐。主，皇上宣您即刻去养心殿见驾。昨儿夜里主受足了委屈，皇上一定是宣您去养心殿好好安慰几句呢。可是说有什么事儿吗？来传旨的小太监面生得很，只是说有急事儿，宣您赶紧过去。不知道了。海兰，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，我昨天晚上可以救得了你一次，不见得以后都可以救你，你自己思量思量。伺候海肠再把药喝了。是。
李煜怎么了？贤主，奴才做错了事，受罚的。怎么罚得这么重啊？这瓦片子最疼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贤主，您别问了，左不过是师父惩罚奴才呢。贤主，您快进去吧，这儿太冷了。跪完了来延启宫一趟，让索性给你备药。哟，贤妃娘娘来了，赶紧进去吧，在这儿怎么还跟奴才说上话了？李煜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跪在那儿？哦，他是伺候皇上，上的茶热了几分，都烫着皇上了。您说能不受罚吗？贤妃娘娘，咱还是里边请吧，这下贱人的事儿您就甭操心了，请。说的也是，都是下人，又有谁和谁不同呢？